嗨，大家好，我是黑灯。准备好进入黑灯的世界了吗？那关了吧，看见是吧？朋友们，遇到过那种情况吗？坐高铁，一上车发现你的座被别人给占了，挺常见的，对不对？我遇到过一次，不给残疾人让座，跟残疾人抢座，是吧？高铁的座位还有一个很贴心的设计，你们可能不知道。买票选 A、B、C、D 那个页面会弹出一个提示框，说系统给您安排了残疾人专属座位，是否接受？见过吗？没有也没有关系，以后办了残疾证自动就会弹出来不要着急，每个人都有机会啊。第一次看见的时候我还挺感动的，人文关怀嘛，对不对？接不接受？肯定接受啊，有便宜不占王八蛋都。点完接受，他开始转圈加载，转了半分钟，说卖完了。系统给您安排了其他席位，祝您旅途愉快。谁还能愉快？你没问我之前，刚才老子挺愉快的。我说天儿不错，出去溜达一下。一出门碰到一个大哥过来拍我肩膀，小伙子，我说咋了？他没事，哥提醒一下，你残疾，拜拜。生活愉快。现实生活中没见过这种人吧？活不到成年，挨打最多就这样的人，是吧？跑到你跟前都是，巧克力吃不吃？巧克力，我爸从比利时带回来的，比利时的全世界最好的巧克力，要吃吗？要吃，让你爸出国买。巧克力叫 chocolate， 谁要吃你的巧克力？我有我的统一春福无糖茶。一口春福，茶香倍儿足，不用出国，想喝哪儿都能买到。你就说你想不想吧？你肯定想，赶紧去买，别等了，视频暂停一下，现在就去，我等你啊。那天我就没有买到那个残疾人专座，就是一张普通的票，一上车发现还被人占了。我是 D 嘛，那人坐在上面，我就我说是不是搞错了？我刚想张嘴问他先发制人，他说你坐那个 C。就那个笃定啊，那个不容置疑，你坐那个 C， 我就怀疑我是列车长，他是什么人？凭什么命令我呢？对不对？你跟我商量一下，不用真商量，有那个意思，语气到位了就能接受。你能坐那个 C 吗，小伙子？能。你坐那个 C 就不能了。但这都是事后复盘。火神的一瞬间，脑子根本转不过来，哇！被那个气焰震慑住了。你坐那个 C， 我说好。一坐下就反应过来，说凭什么听他的呢？对不对？气了一天，吵架没发挥好，就很生气。到晚上约朋友吃饭，反应过来了。我说我可以蒙他呀。我说 D 是残疾人专座呀 ，disabled。应该坐在地上了。下次再遇到这种，我就跟他掰头，我说你自己滚到 C 上面去，我就要坐我的 D 是残疾人缩写，上过初中的人都了解，难不成你是个玩说唱的老铁？我那朋友说残疾人缩写那不就 C 吗？次安残，你坐个 C 没问题。次安残脑子又没转过来，是吧？我说照你这逻辑，我坐 B 也可以啊 ，blind 坐在 B 上面也非常合适。他说让你坐 A 也能坐，我说 A 怎么也能坐？他说大家看你第一反应就是残疾人来坐。后来真的买到过残疾人专属席位，就是16节车厢，有大概2节里面有无障碍厕所。在那节车厢的第一排，那个地方确实宽敞，第一排你发现没有？也很好找，就是大家放行李的地方。一个坐轮椅的，对不对？非常期待今天残疾人专座，咔咔一进来一看，什么意思？跟箱子挤一挤让残疾人看行李。不
不怕他偷啊，确实是吧？他偷了他拿不走。其实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第一排是离车门最近的，能理解吗？行动不便，一进来就到了，这个确实很合理。但是卖票那个页面上的问题，那个弹窗到现在没改，5、6年了，一行代码就解决问题了。你把这2个步骤的顺序前后换一换，你别上来就舔着脸就问你说，哎，要不要？你先回家翻一翻，你库存你找一找，我还有没有？就有你再出来卖啊，对不对？没了，小嘴巴就闭起来，对吧？你说微信群里面红包抢完了，是不是就应该把它撤回去？还点击详情，谁想看谁抢了多少钱？我没抢到，我就不想知道了，对吧？体验很差，真的啊！祝你旅途愉快。祝的一般都是你没有的东西。祝你旅途愉快，说明他也知道我生气了。他不在乎，我就去投诉了。第一步身份验证就卡住了，他要我在6张图片里面找向日葵。没有办法了，是吧？事儿很小，但是，确实体验很差。我确实没什么办法，我就讲个段子，就当笑话这么一讲，你们就听，对不对？但是产品经理，你不要就当个笑话听啊，你走走心好不好？你当个事儿办，对，能不能改？能，肯定能改。你现在就去改，别看了，视频暂停一会儿。你不改，我会一直盯着你。黑灯 is watching you。讲到这，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黑灯。是一个盲人啊。你们能理解这种状态吗？盲人能看到一点点是个什么状态？就是出门问题不是太大，但是能办到残疾证，就瞎的刚刚好，理解吗？然后，其实是小时候是可以的，到大学毕业那一年啊，视力从0.6掉到0.2，就1年时间，歘那么一下就掉下来了，降得太快了，不太能接受，有那种病耻感。你们听过这个词吗？没有。就觉得生病很羞耻，就不想让人家看出来你有病，就在那演，演了好多年。后来回想起来就发现愚蠢，都看出来了。大概还能看到一些轮廓，像那个电梯按钮是能看到的，上面的字看不清楚，要看清楚要凑很近，要这么看。所以那会儿坐电梯是个什么状态呢？就是电梯来了，门一开，里面如果没人的话，我就自己找。我说6楼，有人在里面你就不可能这么找了，对吧？有点变态了，对吧？有人怎么办呢？换个策略，赌一把。就赌这么多人里面，至少有1个人会和我同一层下。那个电梯越升越高，赌注越加越大，有好几回一直坐到了顶楼，就我和另外一个女生。你们想象一下那个电梯里恐怖的氛围。人女生坐的电梯好好的，进门一开，进来个男的往她旁边一站，也没有去按那个按钮，就往那一站，戴个墨镜，弄个爆炸头，就往那一站，手机都不玩。一直坐到顶楼，门开的一瞬间，人姑娘是发射出去。等他的门关起来之后，我说6楼，愚蠢啊！监控都给你拍进去了，人家拿这个录像去报警，一抓一个准。不想让人家看出来你瞎了，演个变态。到0.2之后呢，降的就很慢了。今天跟昨天没有区别。跟1个月前可能也没有区别，但你知道它在下降，因为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个东西看不到了。隔了半年去广州，发现那个广州塔看不到，你站这个珠江斜对面，人一下就崩溃了，说怎么广州塔看不到？旁边一个大爷说今天没开灯。你不知道什么东西出来弄你一下，你就崩溃了。你以为越过这个山丘就好了？不会的，越过山丘还是山丘，一丘接一丘，人生短短，到底几个秋？
但从这个情绪里面走出来之后，你才发现那些没有杀死你的，真的会让你歇2天再来杀你。一上高铁发现座位号看不见了，就那个数字看不清了，脑子一片空白，不知道怎么办了，就在那想，今天演个啥呢？演一个无座。演技也很拙劣，因为车厢里到处都是空座。我就拖着我的行李箱站在2节车厢连接处，心想是赶紧到站吧，我不想坐了，赶紧让我走。越想走越走不掉，因为都是空座，你站那就已经很可疑了。路过一个列车员就要查我的票，路过卖盒饭的都要查我的票。我把票给他一看，他说你还有2个多小时呢，你站着干啥？我说要你管，老子抽根烟。哇，他说500到2000。然后慢慢摸索之后呢，时间长了之后也学会坐高铁了。现在很优雅，我都不排队，跟在最后。进去之后，手机掏出来，照着行李架的方向，大概拍一张，然后放大了看，1或者是15，然后2、3、4这么数过去就好了啊。学会了吗？这里有个知识点，重点记一下哈，只能从车尾方向那个门进去，不能从车头方向那个门进去。一拍，一车人盯着你看，土鳖没坐过高铁。这都是后来发现的，不用装，因为你装着装着就把自己装进去了，哇，又麻烦别人又麻烦自己。你不装的话，只麻烦别人就好了呀。跟人家求助嘛，你看现在坐电梯啊，我就跟人家求助。有人的话，你想想看，他按完按钮大概就靠那门边站着，你跟他说就好了。你说不好意思，我看不太清楚，帮我按一下6楼，谢谢。后来看不清楚我都不说了，我说6楼。因为大多数人啊，听你说看不清楚，他第一个反应啊，说那墨镜倒是摘了呀。我讲这个，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好，我是何登。今天讲一讲这个疾病哈。我这个眼睛是得了一种罕见病啊，叫青少年黄斑变性。这也是我来讲脱口秀最初的初衷，就是想找找我的病友，然后上了一个脱口秀的综艺，效果也很明显。所有人都知道了我是个盲人，没人记得这个病。我觉得那个节目不太行，所以今年换了个节目。今年完了，要是还是不行的话，就再换一个节目啊，去新说唱。我这个形象都不用换的啊。罕见病啊，之前还去参加过一个会，叫中国罕见病高峰论坛。你听这个名字啊，又高端又惨，什么怪病都有，罕见病巅峰对决，有各种各样的，有拄着拐进来的，还有轮椅摇进来的，啊，有个大哥最夸张，轮椅都坐不住，还专门有个人扶着。我心想，大哥都这样了，要不然就别来开会了吧，那就是我见过最爱开会的人。我说你要不老这么跑到处开会，会不会都已经好了都？我给你推荐个软件，叫爱奇艺会议。我这个病显得就有点太轻了，你们理解吗？脱口秀还能比个2轮，那个大会海选就淘汰了。别人过来安慰我，我都不知道怎么接。有个大哥说：“你啊，你就是看不见啊，起码没有生命危险。”我说这个怎么接呢？有个大姐说：“她可不能骑马，她骑马就会有生命危险。”我说谐音梗就能接，原来。你就会发现大家都可以开玩笑，那个地方应该是中国，地域笑话浓度最高的地方。地狱到什么程度呢？但凡有个笑话我没憋住，我觉得这个眼睛一辈子都不可能治好了。跟大姐聊了2句，发现老乡，啊，我说加个微信吧，保持联系，过年回家请你吃饭。大姐说你现在就请，到过年不一定还能看到我。我说不好意思，不知道这么严重。大姐说不是，我是怕你那个太严重了，是吧？就在那个地方，我这个病就显得有点微不足道了，啊！但在生活中就受到了很多这种格外的重视。去年有一回，在重庆坐飞机，送我去大哥，开错航站楼了。他也不瞎啊，他就是脑子不太行。
那开着车，你跟他聊2句的，就错过一个路口。到那时候发现错了，我说完了，肯定赶不上了。大哥还安慰我，你放心，我们重庆有小飞侠，可以直接把迟到的乘客一直送到登机口。我说就20分钟了，还得开过去，一会儿还得安检。小飞这回得来个小叮当才能赶上。掏出任意门一开，哇，直接进机舱了，是吧？大哥说你都有任意门了，你另头开在上海不就完了？又错过一个路口。我说你要是个哑巴，这会儿我已经到上海了。到那登机口的时候只剩5分钟了，然后到那柜台值机柜台只剩5分钟了，工作人员很生气，说怎么这会儿才来？现在来肯定赶不上了呀！我刚想解释，大哥说他是个盲人。那工作人员一下就紧张了。你们见过人死机吗？不是那种卡住不动的死机，是中毒了疯狂弹窗那种死机。啊，盲人，你就知道他应该有一条标准的流程，但是他没怎么用过。他在那抓耳挠腮，想说我这个腮去哪儿了呢？后来想了半天，抄起电话打电话，那个登机口来个人，这里有个盲人，赶紧接过去，咔就挂了。他咔那么一下，我就知道老子成功登机。后来把这个事情讲给朋友听啊，朋友说：“那你这不算是钻空子吗？”我说：“你怎么不钻呢？空子不就在那儿吗？就你是没看见吗？再说我也不钻空子，我这不掉空子里了吗？”还有一次也是类似这种情况，还是在机场安检排队，人太多了，我挑了半天，挑了个最少的队啊，排过去。有工作人员先生，对不起，这里是老弱病残通道。我心想，那不就是我的通道？我也打正着，哇！我说我是个盲人，他愣住了。我知道他大概死机了。他愣了得一秒多钟，他说盲，那你把你那个登机牌给我看一下。我心想，不是应该看我的残疾证吗？没有怀疑我的视力，怀疑我的消费能力。查登机牌干嘛？坐飞机还能逃票呢，还能排上了。那天也是我第一次走老弱病残通道，那天学会一个道理：为什么老弱病残专门要一个通道？因为他们真的太慢了。我以为钻了个空子，结果被空子硬空了20分钟。所以最后呀，呼吁残障的朋友们多出门，不要因为1、2次麻烦就害怕就放弃了，要多出门。你多出门，多给他们添麻烦，他们才能少死机。我讲到这，谢谢大家，我说谢谢。请。好。嗨，大家好，我是何登。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啊，我选这个有点疯癫了。因为我就是最看不穿的那个，主要是靠听来获取资讯啊，听得有点疯癫了，啊，因为没法选择，你能理解吗？看的话，你有个眼皮不想看，你闭上；这没有耳皮就闭不起来。什么来了都得听着，是吧？我现在一出门就觉得太吵了，有时候一进商场脑子就炸了。A35，A35，A35，外婆叫你回家吃饭啦。这是你们听到的，我这个耳朵楼上楼下好几层都能听到，就是 A35B21，外婆太23，鱼叫你回家，外婆太2了。全是这些东西，你耳朵里听了全是垃圾信息之后，你这个脑子是没有办法进行正常的思考的。我就会想，谁家外婆会这么叫呢？给孙子编号，都编到35了。到底生了多少个？生多了确实费劲，要编号，对吧？当年朱元璋要是学会这一套，就不用那么费劲了，给后代起名还造字，金木水火土，太费劲了，编号呀。生下来第一个朱 A1，朱 A2，朱 A3，哇，孙子就是朱 B1，朱 B2，往后编。到时候什么靖难之役，燕王朱棣攻打朱允文，那就不是什么那个，就是朱 A4。暴打朱 B1。据说当年郑和下西洋也是为了寻找失踪的建文帝，
我都能想到那个画面，郑和站在那个船头说：“朱碧一，朱碧一，你四叔叫你回家吃饭啦。”地铁上也很吵，地铁的扶梯有那种感应广播，站上去一个人就播一遍。乘坐扶梯请站稳扶好，注意脚下安全，不要玩手机，文明乘坐电梯，推婴儿车，携带大件行李，行动不便的旅客请走无障碍电梯。你去看吧，大部分人一站上去，第一件事就是开始掏手机，起不到任何提醒的作用。推婴儿车的旅客听到这句，你都做到一半了。你说这个妈妈要是100%遵纪守法，她怎么办？她说要不然把车扔掉还是？婴儿说你傻呀，你拉呀，推不让，拉可以呀。行动不便的旅客瘸着个腿，好不容易走到这儿，说不让坐啊。我觉得他设计的时候根本就考虑到没有人会听的，他觉得没有人会听，他就开始胡说八道，是吧？上海地铁里面有一个全世界最愚蠢的广播，人民广场共有19个出入口，16号口通往叮咚买菜，谁要去那儿买菜？他不是把菜送到家门口吗？你哪怕说去刘娟美甲美睫沙龙，我还能理解。听出来了吗？已经疯了，根本不在乎上海以外的观众了。我去过好多城市啊，30多个城市坐过地铁。最聒噪的地铁，你们知道在哪儿吗？南京。每到一站，换一批不同的角色，每人出来提醒你一句不同的内容。省中医院提醒你，省知识产权局提醒你，省药监局提醒你，连个野生动物王国还要出来提醒你。最搞笑的就是药监局，省药监局提醒你严格药品监管，守护百姓健康。我说这不是百姓提醒你的话吗？这不是。车门一关上，车刚开出去，前方到站新街口车站，进站时请先下后上，有序乘车。你提醒谁呢？有序先下后上。你提醒等车的人呀。老子都上来了，你叫我先下后。提醒什么呢？提醒一会儿到站了，门一开，如果要先上，你就抽他。你先下后上。你别怂，你就抽他。地铁判官培训班。某某某品牌眼镜提醒你，乘坐地铁请站稳扶好。谁不知道呢？我好不容易找一座，他提醒我站稳扶好。就盲人全神贯注在那听广播，生怕坐过站。他会不会就是只是提醒盲人？他觉得盲人不知道要站稳扶好。他是不是觉得门一关，盲人开始翻跟头了？开始。难怪还有一条禁止乞讨，那一看来也是点我。我讲到这，谢谢大家。嗨，大家好，我是黑灯。我有点上当了。刘仁成前天悄悄地跟我讲，付航的稿子一般，残疾人都骗哈。最近啊，也在巡演，全国各地到处走，一个人就可以，带个箱子，装衣服是其次，主要是探路，能理解吗？就把它推在前面，要碰到一个障碍物的时候，哎呦，小心有东西啊！有一个楼梯掉下去了，你先去死吧。就是一个20寸的导盲犬，但行李箱会有个问题。只能侧着推，你没见过人这么推行李箱的吧？对不对？有一次碰到2个隔离墩，那个狗东西自己完美的穿了过去。疼痛让人思考。我从那天开始想，有什么东西能替代行李箱，能推在正面的东西有吗？婴儿车。
但婴儿车也会有个问题，你要推个空车的话，会不会显得有点变态呢？对吧？我说要不买个洋娃娃，不行，更变态。还是买了一个啊，刚需是吧？你得用啊，对吧？推了1天就打消了我全部的顾虑，根本没人会多看我一眼，觉得有病啊什么的，不会的，人家觉得很正常，这有啥的？一个丢了孩子的父亲。所以后来去陌生的地方就会推着婴儿车探路。去年夏天想到了这个天才创意，啊，当时还接了个活儿，一个公益机构叫金盲杖，让我去给他们学生上课。他们是教那个视障学生怎么用那个盲杖独立出行。啊，老师还问我愿意来吗？我们公益机构只能给你800块钱课时费。我说愿意 ，OK， 你不给钱我都会去的。这个活儿太好了，这是每一个打工人的梦中情活了。啊，你们可能不知道，给盲人上课他不用做 PPT。想到这儿的时候，我都动了邪念了。我说黑灯大胆一点，是不是其实人都不用去？给他们放录音不就完了吗？录音第1句就说那个我最讨厌插嘴的学生。我也是第一次一下接触到这么多视障人士啊，也不太 get 到这个度啊边界在哪里啊。我觉得你站在台上人模狗样的讲话，你不得捯饬一下自己嘛，对不对？不对，我到现场才反应过来，不对。捯饬啥呀？没人看你呀！早上还琢磨着穿什么衣服合适，不穿都合适。那个老师约好了，说到校门口来接我，华东师范大学。一到校门口，是吧？没人。我们残疾人也骗，是吧？打电话，他说你在校门口左边还是右边呀？我说我在左边。他说那你到右边来，我在右边等你。我就有点生气了，你知道我是盲人，你不来找我，你让我去，我没有发作，强忍着怒火，推着婴儿车往右边去。到右边发现要死了，他也是个盲人。是我想当然了，他比我还严重一些，我还能看到一点，他一点都看不见，对吧？但是他有个盲杖，就自己这么敲，一边敲，哒哒哒哒哒，走得飞快。我说你走那么快干啥？你就那么忙啊你？哎，他真的，他有可能是全中国走路最快的盲人了。盲人博尔特，还没穿丝袜那种。哎，但是，怎么说呢？华师大上课嘛。老师怕他出事什么的，还专门给他配了个小助理在旁边照顾一下。画蛇添足，小助理的存在一定程度上都限制了他的发挥了，因为他不方便在外人面前展示真正的实力了。如果没有他就我俩一碰面，他说：“哎，黑灯老师，我也不装了，咱们盲人就不说暗话了啊。其实老子会飞。”江南七怪，我不知道你听说过没有？飞天蝙蝠柯镇恶正是在下。到了教室之后，有20多个学生，就是去年夏天刚考上大学的那种视障学生，分2种情况，一种是就是还能有一点残余的视力，跟大家考的是同一个卷子，他可以带个放大镜进去考，就贴得很近，写得很慢，啊，也很厉害。去年有一个南京的考生考了641分，他那个鼻子都快碰到那个卷子了，是吧？600多分，200分是闻出来的。啊，学数学、学法学，什么专业都有。另外一种呢，基本上就是上的盲校，没什么视力了。这个相对来说选择就很有限了。就2种，第一种是按摩推拿，没想到吧？盲人上了大学学的还是按摩推拿啊！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过去一摸，椎间盘突出。你说你要按摩推拿，你上大学干啥？你初中毕业你就去推呀，你推7年了，推成大拿了都已经。
还有另外一种就是那两个学生印象也很深刻，学校很好，中央音乐学院，音乐表演专业，Excel 表格很窄，音乐表都没写完整。我好奇是什么表，一拉开二胡。就看到二胡那一瞬间，我都扇自己。我说你刚才到底在期待什么？所有这些专业基本上也都是普通人设置的，他就大概想一想，一个人瞎了能干啥？脑子里一瞬间蹦出3个答案嘛：推拿、算命、拉二胡。不是没有思考，对吧？他从3个里面精挑细选了2个，你来学，对不对？推拿、二胡，那有没有可能算命是最挣钱的呢，大哥？他们完全不了解，是吧？我这个段子说实话讲了很久了，但是我中途一直没有觉得有什么问题。有一次讲到这儿，有个观众从黑暗中悠悠地传来一句，他说：“那我们学的专业，我们也不喜欢。”一瞬间感觉被雷劈了，我太狭隘了。这不是盲人面对的问题，所有人都在面对同样的问题。谁的人生不是在摸黑前进？人家只会告诉你，你该咋，对不对？你好好学习，将来上个好大学什么的，是吧？从小就要学，是吧？什么算，他看见了，不会在乎你愿不愿意，你想不想？你只有自己亲自去迈出这一步之后，你才会知道走错了。那真是个噩耗，是吧？所以我觉得我的分享也不会教会他们什么东西，对吧？他们人生还得自己去迈。但我有一点是确定的，我那天给20个盲人种草了婴儿车。我说我分享就到这儿吧，你们还有什么问题？问出来第一个问题说老师链接推给我们一下。我讲到这儿，谢谢大家。嗨，大家好，我是黑灯。有修电梯这个钱，不把路修平，也不知道为什么，是吧？反正最后一期了嘛，随便说了就，对吧？播也播到现在了，我也收到了一些评论，有一条说黑灯还是挺好笑的，但始终没有跳出盲人这个身份。怎么跳出呢？对不对？你给我治好了，我给你跳，好吧？你给我治好了，我给你撑杆跳，好吧？老是盲人视角，盲人我能有个视角就很不错了，就。今天还是讲这个主题，没有什么别的东西，因为我觉得讲的还不够，大家还是不了解，有很多东西可能大家平时根本没有注意过有一些给盲人设计的那个设施其实就是摆设。给你们举个例子，地铁的楼梯扶手上面有盲纹，有人见过吗？没有。见过的鼓个掌，我看一下有几个。可能不到1/5。你想想看，盲人怎么能摸到它？你们都没见过。盲人要摸到它得多好的眼睛，你想想看。OK， 就算能摸到，那么第二个问题来了，写的是啥？有一个交通报的记者告诉我的，他统计了40几个有地铁的城市，大概分2种。第一种写的小心台阶，你不是探索到发现是个台阶，你在靠边扶的扶手吗？一摸有字，哎呦，小心台阶。他说你没发现台阶，你是摔到那个扶手上，哎呦，小心台阶。你写小心台阶跟写了扶手2个字有什么区别？一摸扶手。摸铁的。第二种写的是向上或者向下，就看哪头，这头是向上，这头是向下。你摸还在那拼的向哪儿？你往前摸一下呀，向上呀，这是。就没什么用，就是个摆设给你们看的，能理解吗？你哪天你要自己无意间发现这几个盲文点点，你没准都会被他感动了。就拍个照发个小红书，哇，这个设计师天才，这么小众的需求都想到了。发个小红书都是谁在用这些小众设计点进去瞎子在用。我觉得你换个思路吧，不能提供什么实际的帮助的，你改一改，让那种提供一些情绪价值，
没什么人摸到嘛，让摸到他那个幸运盲人给他提供一些情绪价值，改成吉祥话，摸到了开心一天。恭喜你摸到我了，你最棒，老前途一片光明。每个地方都不一样，他就会愿意去摸，会给他惊喜，给他欢乐，他会去摸一摸，就摸一下写的是什么？我在人民广场9号口很想你。还有一个也是类似的，这个应该都见过，那个也是在地铁里盲道，这个见过吧？有没有发现它的规律？没有规律，每个站铺的都不一样。有的地方大概是沿着那个2排屏蔽门嘛，2条盲道，唰，几百米，不知道要去哪儿，从头铺到尾，你干啥？铺到车头干啥？让瞎子去开车是不是啊？还有那种铺到头的给连起来了，盲道闭环了，瞎子在里面能玩1天。你要这么铺，我大概就理解思路了，知道你不太出门，出来一趟多锻炼。也有动过脑子的，我7月份去有一个地方演出啊，碰到了一个站台，他把盲人导到那个直梯下到站台，再把盲人导去无障碍车厢，就是有一个车厢就没有座，你就是轮椅待那个地方都见过对吧？无障碍车厢让轮椅去 ，OK， 让盲人去干啥？能给他提供什么帮助？对不对？忘词了。看不了提词器，让我想一会儿哈。他没有提词器的。你知道为什么会忘词吗？本来前面有个商务，然后被一个主动的人抢走了。哦，为什么？哦，你们假装我还记得哈。轮椅去呢 ？OK， 让盲人去干啥？能给他提供什么帮助？对不对？为什么非要他们待在一块儿？聋子、瞎子、瘸子、傻子，说是要给老弱病残孕让座，结果把残障人士导到没有座的车厢。谁给瞎子让座？就轮椅有个座算是。说你们别看了，别看了，我不坐了，你坐吧。我虽然一条腿，但这么多年独立惯了，你坐吧，你坐。就把有障碍的人导到无障碍车厢，就解决问题，他就这么粗暴，哇，太粗暴。我用这个逻辑对待你们，你们也接受不了。就是听力障碍的朋友会自称聋人，把听得见的朋友叫听人，这个知识点你们知道吗？不知道，我告诉你们了，你想想看，如果我也用这个逻辑，你们肯定接受不了。看不见的叫盲人，看得见的叫贱人。接受吗，贱人们？接受吗？接受吗？不能这样，你得具体分析啊，对不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啊，这些盲人设施就应该让盲人自己来弄。我之前其实已经阴阳过一回了，我说盲道修成这样，不会是盲人自己修的吧？当时只是开玩笑，回去想了一想，有道理，就应该让盲人自己来弄嘛，他们是用户呀，对不对？对。不对，我们是用户。再修不好，也不能怪别人了，是吧？我再上一次为盲道生气是去年11左右，看到一个热搜，说有个地方在修不锈钢的盲道。不锈钢下完雨之后跟溜冰没有任何区别，就这么爱吃，路上都是虾滑。脱口秀完蛋了，一边骂谐音梗一边鼓掌，笑成这样。当然，个人的力量要做这个事情肯定是不行的。我们要成立一个机构来推动这个宏大的工程，对吧？反正不能交给其他机构，他们很难和残疾人真正的共情。我们弄一个机构，
啊，宗旨是消灭对残障的歧视，让每一个残障人士都过上像普通人一样的生活。这名字叫普联，普通人联合会，只招残疾人，招一些盲人来修盲道。第一，解决盲道不好的问题；第二，解决就业的问题。是会铺的慢一些，但你不要催他就好了。修好了你又不走，你着什么急呢你？你要真嫌他太慢的话，招聘条件也放宽一些，招一些聋人，他们出了名的手脚快，让盲人监督他们。这个工作关系就非常和谐了，都不会闹矛盾。你想想看哈，架都吵不起来。我可以当着面骂他，我说你是不是聋啊？说了10几遍了还这样。要是对方会读唇语，我就戴口罩。我说你是不是聋啊？我说10几遍了。他也可以当着面骂我，骂3天3夜，骂到3更半夜，骂出腱鞘炎。盲人心如止水。本来这个段子还能更好笑，只能比这个手势，其他手势他们不让比。决赛还是有点紧张，能看出来，对吧？我刚才还担心呢，我说哎呦，都是强手如云，比什么呢？他们说你就讲这个段子，我说那就不怕了。什么小鹿小罗，你就往后挪一挪吧，你就。什么富航刘洋凉凉就是。等我们那个所有盲道都修完之后呢，你想想看，为了纪念这一伟大工程，肯定要弄个碑，刻个碑文，就刻盲文。但是可能几千年后盲文也会破译不了嘛，对不对？也考虑到了，所以那个碑翻过来背面会再刻一个2维码。要是那会儿还扫码的话，考古学家一看到码就大为惊喜，应该是能破译了。手机掏出来一扫，滴就2个字：石碑。我讲到这儿，谢谢大家。